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的内力为什么都没了？不要乱动，你别试图运功，对身体没有好处。既然被你们抓到，我也没想着能活，要杀就杀，多说无益。我们又不是无风，没那么残忍。宫门之人，还有脸说这个？宫门之人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没出过宫门啊？江湖中所有人都把宫门之人当作凶神恶煞，避之不及。是这样吗？这什么地方？既安全又危险的地方。这是什么？还能是什么？要呗。最后关头，必须自尽。你想咬舌自尽啊？我平生废寝忘食，研究各种解毒之法，从阎王爷手里抢命回来。我最讨厌的，就是你们这种不惜命的人。死者不会痛苦，痛苦都是留给为他们伤心的生者。寻死的人是懦夫，因为他们把痛苦转嫁给了爱他们的人。姐姐，我在。我明天就要出发了。我知道。别听寒鸦死的，就算任务失败了，也要想办法活着。我和执刃说，让你做我的药人，助我试药，才让你得以保全性命。你要我试什么药？就一见血。毒药？不是，让人麻醉的止痛之药啊。我喜欢制作解药，喜欢救人。宫门里会做毒药的人已经够多了，不缺我这一个。所以喝了不会死？不会死，但是会受苦。我连死都不怕，怎么会怕受苦？不要张嘴闭嘴都是死，要好好活着。别听寒鸦死的，就算任务失败了，也要想办法活着。你醒了？前几日用药之后，你肌肉紧绷昏迷，我摸你心脉，发现杂乱无章。起初我不知缘由，后来猜想，
你应该是从小被迫练习袭击之术，长期困于狭窄空间，所以对密闭之所感到恐惧，所以把你从房间里移出来了。我只是你的药人而已，你不用这么关心。药人也需要身心健康，我才能食药。我就是你的工具，出来了还不是要被你整？有区别。我折磨起来会开心一点。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所以我就拿了我喜欢的，看合你胃口。不合，不合也没用，我吃什么，你就得吃什么。那你还问？我只是想对你客气一点，毕竟我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。你要是不喜欢，我可以换一种风格。没有毒。你看，你味道不错的。没毒我也不吃。若你打算用绝食抗议，那我只能像对待猫狗那样，搅碎了灌。你喜欢这种风格吗？要人连猫狗，猫可并不怪我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啊，真的很好吃，你试试看。既是药人，你这么关心我做什么？你养过猪吗？都是要被喂肥了之后，才别人派个汤的嘛。你是嫌弃我吃过的筷子太脏了？起初我没想那么多，打算等云雀伤养好之后，让它继续食药。可是随着相处日久，我渐渐对云雀产生了不同的情愫。你为什么会加入五峰，成为刺客？加入无风的人，大多都不知故土，不明去路。人生飘摇，命如衰草。要么是从小失去双亲的孤儿，
被吴峰收留，习惯了听命；要么是心有所恨，意有难平，想要借着强大的力量去复仇。那你是哪一种？你知道棺材子吗？是死去的妇人从棺材中生出的孩子。没错，我就是棺材子。一个老乞丐发现了我，把我救了出来，并将我养大。我叫他爷爷。有一年除夕的时候，爷爷看酒肆的门口有些不要的冷包子，便想着给我，却被当成小偷，被酒肆的几个恶霸给打死了。当时我死死咬着那个恶霸的手，他说我是狗，把我打得头破血流，我都没有松口。后来无风的人在路边救下了奄奄一息的我，把我带了回去。那年我7岁。在无风里，听话，不反抗，让自己变强，并通过不断的争夺，才能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活下去。我只是想要活下去。你现在已经不在无风了，不要再害怕。逃不掉的。无风有一种药，叫半月之影。就是那时，我才知道无风使用的半月之影，就是宫门专属研制的秘药噬心之月。无风将半月之影做了一定程度的改造，去掉了会让人手腕产生黑线的毒性，变得更加隐蔽。虽然我不知道无风为何可以得到噬心之月的药方，但在我研究完云雀给我的那颗无风死石后，我确定，那就是改头换面的噬心之月。起初，云雀并不相信我，直到我陪他度过了最痛苦的月事之期，并且他的内力一天天增强，他终于相信。他告诉我，这是他第一次觉得也许可以真正摆脱无风。
书桌上这张纸是你留的？你想谢我，但是不好意思直说，所以给我打这个字谜。岂为讨，为生于讨之中，岂不是谢字？在无风、无穷无尽的残酷训练之中，每天唯一的乐趣就是和姐姐玩字谜。你姐姐？我们是在无风认识的，她认我做义妹。记得我要咬舌自尽的时候，你说我懦弱，死亡是会把痛苦转嫁给为你伤心之人。我那时想起的就是姐姐。她没有亲人，我也没有。我当时就在想，如果我死了，姐姐一个人该有多难过呀。所以我才选择做你的药人。你现在在宫门里，你很安全。我不能留在这里。你不喜欢这里吗？于是，听你说起那么多江湖往事，我也很向往。我从出生就待在这片后山，这里的日子也确实枯燥。我明白。不，我喜欢这里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留在这里一辈子。那就留下来，留一辈子。你不了解无风。如果我留下来，只会给你们招来灾祸。我这次前来，除了偷取百草翠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任务。什么任务啊？寻找无名。无名？无名是10年前进入宫门后就音讯全无的妹。无风不会让任何一个知晓内部秘密的人脱离组织，所以派我前来寻找。如果我留下来，无风也一样会派出源源不断的刺客来宫门找我。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否则宫门将永无宁日。你就是那时我说出了一句此生最后悔的话。如果我们干脆就让他们死要见尸呢？那无风的刺客后来怎么样？他被当作药人施药，很快就死了。为了威慑无风，让他们以后不再敢轻易送人潜入宫门。他的尸体被挂在城门之上，暴晒了3天3夜。